Hello，大家好，我是六花洛卡，欢迎来到塔罗的阅读时间，这里是六花堂。今天为大家选读的题目是 Yes or No， 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心中各种疑难杂症的问题答案。为大家准备4个选项，第二个选项是盐味 Pringles 洋芋片，第二个选项是洋葱鸡汤 Pringles 洋芋片，第3个选项是 Cheese Pringles 洋芋片，第4个选项是酸奶油洋葱 Pringles 洋芋片。那每个洋芋片的下面呢，六花已经事先把 key card 给抽出来了，虽然是盖着的牌，但是也可以供大家选择。那请大家用直觉选择一个选项，如果有复数以上都觉得很在意的朋友，也可以都听听看，然后呢，截取里面觉得比较共鸣的部分哦。如果大家喜欢六花堂的频道内容，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任何问题或是小心事想要跟六花分享，也欢迎留言给我，六花尽快的回复大家。那我们开始吧。OK， 我们来到第一个选项，选择盐味 Pringles 洋芋片的朋友，你心里面的答案是 Yes 还是 No 呢？我们来快闪解答。其实六花在做这个主题的时候，会比较倾向于有点像是在做抽签的感觉，就是我们去庙里啊，或是神社拜拜祈福的时候抽签的感觉这样子。然后签诗的内容都很简单，有没有？就大概1句2句这样子。大家平常去庙里拜拜是一定会抽签的人吗？六花是一定会抽签耶。我觉得其实去庙里拜拜有很大一个成分就是想要去抽签，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OK， 那这一次我会把选项，应该说各个主题会分的比较细。那上面这一排呢，我会放感情相关的，那下面会放就是感情以外的一些主题这样子。那大家找寻自己想要询问的内容，听听。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你现在是在找寻你的恋情，目前没有特定喜欢的对象，还在寻找你的桃花的人，我为你出一张牌，看一下你心中答案 Yes 还是 No。那接下来是单恋中，就是对方不知道你喜欢他的一个情况。接下来是还在暧昧期，两个人其实蛮好的，可是好像感觉还没有定下来，关系还没确立的情况。接下来是交往中，或者是已经在婚姻的一个关系中。询问现在目前交往的对象跟自己现在婚姻的情况。那最后我出一张有关于，看一下有没有切到牌，
关于离婚相关的。好，那接下来是学业。工作，或者是自己的事业。接下来是有关于金钱、投资相关的。或是房地产这样子。那健康塑身，最后一张是出国或旅游、留学、游学。这是我们的 key card。OK， 那我们来解牌吧。那解牌之前呢，六花先跟各位稍微提醒一下 ，Yes or No 的话呢，大概期限就它的效力大概1到3个月左右。那过了这一段期间，就是大概3个月过后呢，建议大家可以 update 一下，就是看新的影片或是这支影片重新选择。那再来就是因为大众塔罗的关系，所以个人的问题是真的蛮难在影片中能够全部为大家解答的。那如果关于自己的问题真的很想要知道到底答案是 yes 还是 no 的话呢，大家可以留讯息给我。那如果有很难以启齿的内容的话，在六花的六花堂频道说明里面有我的 mailbox， 欢迎大家可以写信给我。那这个不算私占，这个不算个人占卜的委托，所以不用担心需要付费。如果大家真的很急、很纠结的时候，就留讯息或写信给我吧，好不好？不要一个人闷着。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第一张牌。第一张牌是，如果你现在在找寻新的对象，答案会是 yes 还是 no 呢？答案会是 no。那 no 的原因，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是，这有几点呢？我分开讲好了。第一个就是你可能自己本身没有很积极的去寻找你的新的对象，然后周遭可能就是都是那些人，就是没有一些好的，没有一些新的对象这样子。那你也不会特别想要去拓展你的人际圈，拓展一些新的，想说去学一些新的东西之类的，也不会。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你可能甚至不知道你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子的人呢，就有这种感觉。那第三个呢？我会觉得就是你可能周遭是有好的对象，只是你一直没有把它当作狩猎的，就是狩猎对象而已。就是这3种可能。那第一种可能的话，我觉得你就是真的赶快有一些新的计划去拓展你的人际圈、人脉。那第二个情况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例如说跟自己的好朋友、好闺蜜、好哥们，或者是你跟自己对话都可以，你就稍微真的练习，就是可能罗列一下你自己喜欢的人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再回过头来检视这个人是不是真的适合你，这样子。
或者是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人，那你怎么样子反推？就是你要怎么样子让这样子的人会去喜欢你？我觉得你可以稍微，这个部分可以稍微自己多思考，多去，多去理解一下自己，然后也多去模拟一下，想要认识自己喜欢的人，喜欢的那个型，那你要怎么样子去做一些改变调整？那第三个呢，我会觉得你可能真的要多张开你的怎么讲？多张开你的天线嘛，就是去看看你周遭的人是不是真的有很好的人，你可能要多观察、多注意周遭这样子。那因为我们的 card 今天我们的 card 刚好第一个选项也是 E， 是 The Rider， 所以我会觉得你尽快开始，如果有想到真的有想要找啦，就尽快开始行动。那我觉得虽然现在是 No， 但是之后肯定会是 Yes。而且因为 Rider 它的牌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之后的一个情况会节奏变很快，所以如果你之后就是当你有开始动作了之后，我觉得你应该很快就可以找到你要的那个人，就是速度会突然变很快这样子。OK。那第二张是，抱歉，第二张是单恋的状况。我觉得这张其实也有几个状况。那目前的答案是 No， 目前答案是 No。如果你想要跟他表白，那我觉得时机还不到，或者是我觉得你甚至可能也还没准备好。那如果你是想要问他心里面到底有没有喜欢你，我会觉得他可能压根没有想到你喜欢他，就是他想说，你应该不会喜欢吧？像他这样子的人，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是比较没有自信，或者是他真的完全没有想到你会喜欢他，他一直觉得你就是他的同事、他的朋友、他的同学之类的。那，你可能要稍微再去观察一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第三个就是，如果你要问你单恋的那个人，他如果有其他喜欢的人，或者是他已经有男女朋友的，那如果你想要问能不能够赢他们，在他的心目中有没有比那些人或是那个人来的重要，我觉得答案也是 No。 这个就蛮确切的，就是你可能在目前你可能还赢不过他心里面的另外那个人这样子。 OK， 好。那我觉得可以改善的是，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如果就是你想要告白，你想要约他出去，我觉得你再等等吧，然后可能计划再周详一点。那第二，如果他甚至不知道你可能会喜欢他，或是他自己本身会觉得你很好，他配不上你的那种，我觉得你可能要多给他一点暗示、提示，或是再多对他好一点，不然他真的会，我觉得可能有点木头这样子。对，会有点木头，神木，就是完全怎么敲都不行的那种，就都不知道人家喜欢他的那一种，这样子。那第三个，我们刚刚讲第三个内容，就是如果你想问你在他的心目中是不是能够比得过别人，我觉得目前还没有。那你可以再多提升自己，
再多让自己外表改善，或者是多去了解他的喜好，然后去多跟他聊一些他有兴趣的话题之类的，我觉得也许会好一点。这样子，就我觉得你可能要先调整自己，改变自己，这样子。OK。那第3张牌呢，它是暧昧中或者是可能复杂恋情的一个状况。那我会觉得答案是 no。我会觉得你们现在的状况可能有点停滞，或没有很快的发展，就是速度很慢。那我会觉得呢，你可能再多给对方一些时间，或者是顺其自然，这段时间就是你自己多找自己的事情去做，或是多放松，不要一直去 push 对方，不要一直想要去逼对方做决定或什么的，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这样子。可是因为我们有 rider 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是暧昧或者是有复杂恋情的朋友，你可能要稍微小心，就是你们现在的一个情况可能是比较慢或比较停滞，但是可能之后在某个时机点会突然之间进展超快，或者是会有一些很快速变化的情况出现。因为当这张牌转正的时候，它是个超级速度牌，又加上 rider， 我觉得你可能要稍微有一个心理准备，之后可能会有一个快速的展开，快速的进展之类的。那接下来是已经在婚姻之中，或是已经在交往中的。我觉得答案是 yes， 但这个 yes 就是你就是可能跟你想的完全就是一样。我不知道你想的什么问题哦，就如果对方有没有另外偷吃或什么，应该可能就是那如果你想要问说就是对方是不是还喜欢你，那其实也是这样子，好不好？那所以答案是 yes。 那出现这张牌会比较担心的就是你们2个人现在的关系会不会是比较没有热情，就比较有点新鲜感没有了的状态，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成不变的感觉，这样子。所以我建议，如果啦，就是可以一起去旅游或什么，就是找回一些新鲜感啦，我觉得。然后再来就是，例如说，你可能可以有一些surprise，或者是像纪念日啦、生日啦，可以为他准备一个小礼物之类的。那第5张是离婚相关的，那出现魔杖女王倒着，这张出现我会觉得，如果你是女方，我觉得你这1到3个月会过得超级很焦虑，会觉得很不安、很讨厌这样子。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你们可能原本谈的东西，你没有办法能够顺你的心。那我会觉得你先把你的情绪先收起来，因为其实魔杖女王倒着就代表，我觉得你现在可能有点暴躁，或是容易易怒这样子。那我会建议你先把你的情绪整理。我觉得你把自己的情绪整理好，然后好好的去跟他沟通离婚相关的内容，我觉得可能进展会有，而且还蛮顺的。只是我觉得你有时候可能回答他或面对他的时候太感情用事，太情绪化了，所以没有办法顺利。那如果你是男方，我会觉得你可能要先让他比较顺心舒心一点，或者是等他比较平静的时候再来谈这件事情。然后你不要就是他情绪不好的时候，你还一直跟他硬碰硬这样子。OK，
好，但是我觉得如果把这个情绪的部分拿掉，然后或者是情绪回稳，其实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可以蛮顺的，但现在是 no 啦，现在是 no， 现在是不顺的这样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学业哦，学业我觉得非常的好。那我觉得你终于要面对你比较不拿手的科目，或者是之前一些你自己可能弄不懂、学不会的部分，所以我觉得非常好。就你开始要面对你评级的部分了，耶，太棒了！好，那继续保持，然后而且保持这个谦虚的态度，然后保持这个就是想要把一些不会的东西弄懂的这个态度。你之后1到3个月之后，你会发现你这段时间会有很多很多丰富的收获。那如果你想要问有关于考试成绩，或者是例如说资格考、检定考的成绩，我只能够跟你讲说，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不好。好，所以答案是 yes 哦。那答案是 yes， 可是并不是说你一定会考过哟，就是它只是告诉我们，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糟。OK， 所以如果本来就没有准备很多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就是真的是临界点在那里移动这样子，漂浮这样子。OK， 好，加油。那工作事业方面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有任何的决策，或是有一些新的想要开拓的方案 project 都可以去做，而且可以很快速的去执行，没有问题。那结果我觉得是好的，就是完全没有问题。那唯一可能要提醒你的就是，可能记得就是要多收集资讯，然后再来就是理性的、不带情绪的去处理工作或者是事业相关的一些事情，这样子，那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很好，答案是 yes。接下来是投资理财、收支平衡，或者是房地产之类的相关的东西。那我会觉得出现魔杖十道，这就是你之前可能有一段时间是比较辛苦的，或者是说可能感觉比较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一个感觉。那我会觉得答案是 yes， 你之后会整个往好的方向去。所以，之前的收支，或者是之前的投资理财，可能都不就是，例如说，可能比较没有回来的感觉，或者是收支比较不平衡的一个状态。但是接下来会是好的，有一些人甚至可以把这个状态完全解除。那通常是可以缓和的，就之前的那些困境是可以缓和的。那如果你想要问说，sorry， 如果你想要问说，投资加码，或者是你现在心里面想的那一只可不可以去买？我觉得是可以买的啦，但是，前提是你不要让自己就是买到有压力的那一种。就如果你是有闲钱，你如果觉得就是买了这个也不会造成你就是一定要缩衣节食，我觉得你就是可以去买，好不好？完全没有问题。好，然后这几张还就是还没有讲搭配 rider 嘛，对不对？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3个领域，我觉得就是尽快快速的去行动，可以去行动，没有问题，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健康方面或者是塑身、美容、减重相关的，我觉得都
都可以达到你要的一个目标，或者是可以达到你要的一个状态。所以答案是 yes。那如果是疾病的话，如果是疾病或者是一些比较反反复复的一些身体的状态，那我会觉得只要你有行动，就是你有去选择治疗，或者是例如说复健之类的，都可以有很好的成效。然后健身、塑身、美容也可以达到你想要的蛮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建议就是立马马上行动，完全没有问题。最后是旅游、游学、留学或者是移民之类的吧。好，那我觉得答案是 no， 但是 no 的关键是什么呢？是我觉得你可能好像有点冲太快，就是怎么说？我会觉得你的关键是在于说，你可能在预算、在支出、付钱的部分，你可能没有太缜密的去抓预算，或者是去评估，所以我觉得在金钱方面，你可能要特别的小心。那无论你现在是不是人已经在国外了，就我觉得你可能会有一些不必要的多的花费，或者是预期外的花费，这个你可能都要特别的谨慎小心去进对应退。那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出国，那我建议你可能再重新审视一下你的计划，看一下就是是不是有哪边没有算到应该要支付的、应该要支出的钱，那或者是说有没有其他的代案可以去 cover， 可以让就是 CP 值更高这样子，多比价之类的也可以。OK， 那如果你已经在国外的话，我觉得你可能要稍微审视一下自己是不是有就是花太多钱了，或者是本来没有想要买，可是却买了一堆这样子，好之类的。OK， 好，那可能因为加上 rider 嘛，那我觉得是你可能，例如说可能出国之前，或者是你在计划的时候，可能没有想这么多，那又或者是有一些冲动消费这样子，特别小心。但如果有多注意的话，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啦，这样子。OK， 那我们今天第一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 我们来到第二组，选择洋葱鸡汤 Pringles 洋芋片的朋友，你心里面的问题是 yes 还是 no 呢？一起来看看哦。那 yes or no 这个主题呢，其实大概它的一个效力大概会是1到3个月，就是没有我们一般的深入卜算的期限来的久。那因为内容比较接近快闪，然后简单的回答这样子，所以如果大家过了大概3个月，觉得内容开始有点偏不准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 update 一下，就是例如说这支影片再重新看过，重新选，或者是找寻其他新的影片来看会比较好哦。那如果大家就是因为这是大众塔罗，所以如果大家有那种就是针对自己的问题，那六花在影片之中没有为大家解答到的情况，那
就欢迎大家留言给我，或者是如果内容有点难以启齿，就是怕被一些其他观众看到的，除了留言之外，也可以就是在六花堂的频道说明里面有我的mailbox，就你们可以悄悄的寄信给我，那六花会帮你们解答。就是你们可以跟我讲说是看哪支影片，选第几个选项，那自己的状况，需要什么样子的建议之类的，就都可以问我。只是可能我回答的时机，不一定可以马上能够回答大家，这样要请多包涵。那这个不算私占哦，这不是私占哦，就是单纯，如果你们真的没有人可以说，就来找我吧，好不好？就留讯息给我或写信给我，那我会可能陪大家聊聊，然后为大家解答，这样子，好吗？好，就是不付费的，别担心，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私占也可以找我啦，可是就是，要我有时间。OK， 那详细如果有想要询问的，就一样 mail 给我，再详细的聊吧。OK，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张，我们要抽的牌是目前正在找寻新对象的一个状态，就是感情的。第二个是目前单身，然后可是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对象，有一个偷偷喜欢的、悄悄喜欢对象，那对方可能不知道你喜欢他，单恋、暗恋的情况。这么好吗？第二个选项，等一下，有点太好哦，别这样，六花会怕，帮你们怕。接下来第三个是暧昧中，或者是复杂恋情的一个情况。接下来是已经在交往，那或者是在婚姻关系之中的两个人相关的感情问题。这一组有没有这么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离婚相关的问题，好不好？看一下。OK， 那接下来学业。然后工作，工作事业不开心是吧？不好玩是吧？我等一下详细解说。我先一口气把所有的牌都抽出来。接下来是投资理财或者是房地产，那收支平衡相关的、金钱相关的内容。好，然后健康、塑身、美容。
最后是旅游、出国，游学、留学、移民之类的相关问题。OK， 然后这是我们的 key card 哦，2个太阳诶，真好。OK， 我们来解牌吧。先来看一下第一个，你正在寻找新对象。如果你是正在寻找你的新对象，找一个下一个 partner 的人，那我会觉得答案是 yes。那我觉得你会找得到好的，而且，我觉得一切都会很顺利，恭喜你哦！真的是牌好到我都觉得不需要再多说什么，很棒，很好。好，那就是保持现在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真的不久就会找得到哦，就会有个新的开始，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单恋的一个情况，那这真的就没话说了，2个太阳，我觉得你们2个，如果你要告白，如果你在问他喜不喜欢你，那答案都是超级 yes。我觉得如果你要告白，你就去吧，我觉得会成功诶。我觉得会非常顺利哦，加油，给你一点勇气，好赞哦，羡慕。好，那接下来是复杂的恋情，或者是暧昧中的对象的话，我觉得答案是偏向 no。我觉得答案是偏向 no， 但是现在是有点像是在，有点像是在那个灰色的那个线上面，就是游移不定的感觉，就是还没有到下结论的一个时机，或者是还没有到可以解决你们现在的复杂恋情，或者是还没有可以把你们的暧昧给讲清楚的那个时机，我觉得就可能还会再拖好一阵子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是 no。但因为出现太阳，所以我会觉得，也许这段期间是必要的，可能可以让你们内心再多拉扯，再多思考你们2个人，甚至可能3个人、4个人之间的关系到底该怎么去做，怎么样子去厘清会更好，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有一点感觉是，我怎么有点感觉就是，现在目前这种复杂恋情或是暧昧的状况，反而对你们而言是好的。我不知道有这种感觉，就是也许讲清楚了，可能你可能也会觉得这段感情就没了或之类的，或是可能会，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要迎接，就是讲清楚，或者是关系理清楚之后所带来的那些伤害或者是损失吧。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先暂时还是保持你们现在的一个复杂的状态，或者是暧昧的状态可能会好一点，这样子。那接下来在交往中、婚姻中完全没有问题，答案是大大的 yes。所以特别是有这个，因为出现了 Empress， 所以如果有想要备孕的 couple 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
没有问题。那如果是想要询问说，例如说 baby 已经怀了，那能不能够顺利？我可以跟你说是会顺利的，好吗？那放心，然后不要太紧张，这样子。答案是大大的 yes， 就是好的那个 yes， 好，很棒哦，我觉得好好哦，这个也很赞。那如果是交往中想要求婚了，想要有下一个阶段，例如说可能决定要开始住在一起了，或是想要一起买房子了，想要结婚了，那也是大大的 yes， 是可以的。接下来第5章是离婚相关的问题哦。那我觉得是会成功，是可以离成功的。可是我觉得你可能需要下一点功夫，可能要稍微斗志一下，然后不能够硬碰硬，因为力量牌就是绝对不能硬碰硬的一个牌。你看它这个小蚂蚁，它在斗这个狮子，所以它一定是要有一些小聪明或者是一些小手段去处理，而不是直接跟对方吵架，或者是直接下狠手之类的。你一定要有一些小技巧，或是一些4两拨千斤的方式去处理，所以当然会比较辛苦一点，但是结果会是好的，所以答案是 yes， 但是会比较辛苦一点的 yes， 需要动脑的 yes， 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学业，是倒着的魔杖8。那我觉得答案会是 no， 但他的 no 会比较倾向于是说，我觉得会比较像是一个累积，就是你可能这一阵子一直到可能之后1到3个月这段时间，你可能都在读，你也在很努力的去学习，可是你会觉得你没有什么进步，你会觉得你没有什么进展，停滞。可是我可以跟你说，你这段时间是在累积一个能量，所以你不要因为这样子你就停了。等到这一张牌转正的时候，你会突然之间觉得你什么都都会了，都通了，很奇妙的。可能你现在遇到个瓶颈吧，我觉得，那你不要因为这样子就觉得挫败，然后就放弃了，或者是就丢旁边不学习了，不去读了。我觉得你现在是累积，那之后某一天会整个那个能量会爆发出来，所以继续加油好吗？不要放弃耶，不要放弃，因为你还有个太阳在这边，所以结果会是好的。即便你现在看起来感觉是会很痛苦，这样子，但是如果是有关于例如说入学考试或者是一些考试结果，我觉得那样答案会是 no。我觉得其实是宇宙它在告诉你，在提醒你，就是你还不够，可能你在学习上面还有一些不足不够的地方。或者是你可能自己的进度其实是太缓慢的，或者甚至有时候，例如说，假设你报名的时间过了，你自己不知道。我觉得有些部分你可能可以自己稍微调整一下，这样子，可能太散漫了，对，太散漫，或者是可能拖拖拉拉的，不够有速度，不够干净利落。的一些问题存在于你读书这方面，学习这方面。那我会觉得考试有可能可能写题做题太慢。那我觉得你这个部分你可能要稍微改善，因为我会觉得这个时机点给你一个小小的苦头是必要的，
就是宇宙它是怎么认为的。OK， 那如果是，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可能放榜，或者是可能通知，它会有点延误的感觉出现，会有点迟到，会有点比较晚在放榜，或是比较晚在通知的可能。那你自己再稍微追踪一下，这样子。好，所以以签诗的方式来讲的话，就是会有好的结果会到，只是慢来这样子。如果是那样子的情况，叫慢来这样子。OK， 那再来这一张是有关于你的工作或是事业。那我会觉得答案是 no， 我觉得答案是 no。那这个 no 的意思呢，是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做了这个决策，或者是如果你接下来要做这个事业或这个新的 project， 我觉得会不好，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及时止损，就不要去做这件事情，要不然之后我觉得会有点愁云惨雾的状况出现，这样子。OK， 那我觉得现在及时止损的话，也许之后会有好事发生。或者是之后才不至于说，压力山大，或者是例如说背债呀、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这样子。OK， 所以例如说就是要不要去出差呀、或者是要不要接下这个工作，或者是如果你是在找工作，你还在找工作的话，那我觉得你现在在找的这些都不好，就是都是 no 这样子。那我觉得有好的，可是你还要再往后找。OK， 那接下来是有关于金钱方面，投资理财或房地产。那出现了倒着的魔杖9，我会觉得你可能有点太小白，所以我觉得你可能要多准备一点。我觉得你准备不够。如果你现在要是就是可能，例如说，是不是该进场啊？或者是不是该买一间房来投资或什么之类？我觉得你可能 research 不够，就你还不够，然后可能敏锐度跟警觉度也都还不够，所以我觉得答案是 no。就我觉得你如果现在要投资理财这一笔，目前现在你想到这一笔可能投资或是这个房子，我觉得答案是 no 的，就是还不够清楚，还不够了解，你准备还不够。那如果你准备足够了，如果你有更谨慎小心的去面对他们的话，而不是就是别人说什么你就听就去做的话，我觉得结果会是好，结果会是 OK， 是好的，是 yes。但是你现在的状况，如果你照着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去投资理财，或者是去买房子的话，答案是 no 的。OK， 好，那这张是健康、健身、塑身或者是美容。我觉得是 yes， 我觉得是很好的。那可以达到你要的目标，然后而且我觉得会是甚至我觉得有可能会超出你要的一个结果出现，超乎预期的结果，一个很好的结果出现。所以如果你想要
治疗你的一些疾病啦，或者是你想要塑身，想要让自己更美、更帅气，我觉得你就勇敢的去做吧，没有问题的。OK， 成果会很好，甚至会超出你的预期，这样子。那接下来是旅游、游学、留学，或者是国外出差等等。好，移民也算，答案是 yes， 好，是没有问题的。好，就是可以要准备进入下一个阶段了，是没有问题的，答案是 yes。那有没有需要注意什么？大家不要担心，担心 death。虽然我觉得就不至于会出现 death 啊，就是不至于出现一些人生的就是一些事故啦。但是你看这边就是就是有青蛙有没有被踩啊或什么的，所以我会觉得你可能在，我觉得你可能在出国的一些沟通上面，你可能要特别小心。然后还有再就是可能一些比较危险的区域不要去，就会有一些小状况出现，原因都是跟人相关的比较多一点。这样子，然后可能一些例如说种族的发言，我们尽量就是能够避免就避免。那还有政治啊之类的一些相关的话题，我们就尽量避免这样子。然后比较危险的区域尽量不要去。就是这张我会感觉到，就是虽然是 OK 的，你该进入下一个阶段，但是要小心在当地可能会有一些纠纷这样子。如果不小心的话，那尽量就是谨言慎行，然后不要去一些不好的区域，会好一点这样子。那一切还是可以顺利的，会开心的，好吗？OK， 那我们第二个选项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 我们来到第三组，选择 Cheese Pringles 洋芋片的朋友，你心里面的问题，答案 Yes 还是 No 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哦。那Yes or No 这个主题呢，其实大概它的塔罗的一个效力，大概是1到3个月之间。那过了3个月，其实大家就开始会慢慢感觉到内容会开始有点偏掉，或者是可能会开始不准。那建议那个时候，大家可以重新 update 一下，例如说可能这支影片再重新选过，或者是可以再看一些新的其他的相关的影片，这样子。那因为是大众塔罗，所以其实又是快闪解牌的内容，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些例如说自己比较特定的一些问题，然后很想要知道答案是 yes 还是 no， 可以留言给六花，六花会尽快的帮大家解答。虽然六花要有空的时候才有办法帮大家解答，所以也许可能会有点迟到，也不一定。那如果内容是有比较私人的，然后不太想要让其他的观众也看到，那大家也可以在六花堂的频道说明里面找到我的 mailbox， 然后写信给六花，跟六花讲你是看哪支影片，然后选择哪个选项，那不是很明白，或者是想要知道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建议，就是都可以直接来询问我这样子。那
留言跟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询问内容是不算是私人占卜，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要收费。那六花只是觉得，如果有时候当你没有一个人可以说，然后又真的很想知道答案，内心很纠结的时候，可以找六花聊聊这样子，好吗？只是我什么时候回复大家真的不一定，请大家多包涵哦。OK， 我们先来出第一张牌。第一张牌是正在寻找新恋情，然后有关于恋爱话题的问题 ，Yes 还是 No？第二个是单恋、暗恋的情况。第三个是，暧昧中或者是复杂恋情的情况。下一张是已经在婚姻之中或是交往中。另外有一个选项也是在同个位置，是正的女帝耶，好巧。OK， 那第五章是有关于离婚相关的问题。好，那下一章是学业。接下来是工作事业。然后资金投资理财相关的内容。健康、塑身、健身、美容相关的话题。最后是旅游、出国、出差，游学、留学，或是甚至移民。哇 ，OK， 我们的 key card。OK， 我们先来解牌吧。先来看一下，正在找寻新对象的你，关于感情的一些问题 ，Yes 还是 No 呢？我觉得是 No。好，因为是宝剑十，那我会觉得你完全都还没有准备好，或者是我觉得你的之前可能感情的一些可能日文叫头劳吗？中文叫什么？就是之前的一些创伤，
我觉得其实你还没有完全好耶，甚至我觉得你可能才刚离开一个不是那么好的感情，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啦，就是你现在不适合寻找另外一半，或者是不适合以现在的这个状态去寻找一个新的恋情。我觉得你必须要先疗愈你自己。那我们的 key card 是 star， 所以我会觉得你可能要先找到让自己觉得比较开心的，或者找到自己感情以外的一个新的目标比较重要。所以答案是 no 哦，答案是 no。那如果你例如说你有一个好像有看到一个新的对象，那你甚至也还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他，那你也不知道你们两个之后的可能。那我可以跟你讲，那个人他是 no， 是不可以的。你不要接近他，因为我觉得你会受伤。OK 吗？好，来看第二个。第二张牌是单恋，还有就是就是对方不知道他喜欢你的一个状态。那答案会是，我觉得答案会是 no。我觉得答案会是 no。我觉得你适合喜欢更好的人。我虽然这样讲，可是应该大家喜欢上了，应该很难转换吧。我觉得这个人他可能没有你实际上想象中那么好。那有几点哦，第一点，我觉得他也许是对家人不好的那种人，这个很重要。也许他之后你们在一起了，他可能会对你恶言相向，甚至家暴。那第三个就是，我觉得他有可能经济还不是那么的稳定，甚至如果他本身自己没有经济能力，还花钱如流水的那一种。OK， 那再来就是，再来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要告白什么的，或者是，你要，我们先讲告白好了。如果是告白的话，我会觉得其实还没有认识这么深，你们还没有到可以告白的程度。但如果你要约他出去玩或什么的话，我会觉得你要小心，就是费用的部分，就是不要每次都帮他付钱，或者是就是例如说可能大家一起出去，然后账没有分清楚之类的，我觉得这可能特别要小心。就是例如说他可能每次都讲说他可能没带钱包，或是没带什么东西，然后就请你先帮他付，然后之后又都没有还你这样子，之类的。那我会觉得他可能并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理想。OK， 还有是有可能是原生家庭有一些问题哦，要小心。好，就例如说他的家人很可怕，很难搞，或者是他妈宝之类，或者是就是家里面有个酗酒的爸爸之类的。这个你可能都要再多观察多小心哦。OK， 那暧昧跟复杂的恋情哦，非常好诶，我觉得你们接下来1到3个月会相处的很好，然后会很开心，很甜。那如果你想要问，就是你能不能够赢过你的情敌，答案是 yes， 是可以的。那如果你想要跟他确立关系，我觉得也是，答案是 yes， 是可以的。我觉得他可能也会想要跟你确立关系了。就是他现在整个心是向着你的，我觉得是这样子。OK， 好，所以答案是 yes 哦。那如果是在已经在交往中，或是在婚姻之中的，那我会觉得答案是 yes。
如果你要求婚，如果你要就是例如说可能要想要搬一起住了，或者是想要一起买房子，或者是甚至想要怀一个 baby 的，我觉得都非常的好。那特别是怀孕的这个部分，我要特别讲，就是因为女帝她本身就是有怀孕的一个讯息在里面，所以如果你们要备孕的话，是非常非常好的。OK， 好，所以答案是大大的 yes 哦。好，那如果你想要问就是对方有没有外遇或什么的啦，答案是没有，好不好？没有，就是他完全就是心是向着你的，是喜欢你的，是爱你的，不用担心。好，那这段期间，我觉得你们两个的相处也会很顺遂，很好这样子。那离婚相关的问题啊，我觉得答案是 no。我觉得答案是 no。我会觉得你们可能要把目标稍微设低一点。就是假设如果你有要一些赡养费，或是你有可能例如说可能要车子又要房子，我觉得你可能要自己要做一些取舍。如果你想要能够顺利的离婚，你就不能够要这么多，你可能要稍微降低一下你的标准，就是可能要有一些部分要断舍离一下这样子。现在目前看起来是 no， 但如果你有断舍离，也许能够达成。OK， 好，但现在是 no 哦，可能要稍微再审视一下你们离婚的条件跟状况。那我觉得这一阵子可能会让你觉得很不顺心。那也可以，例如说，如果你忍得了的话啦，就是再忍个3个月，也许那个整个气运变了，也许会不一样。对，那如果忍不了的话，我觉得你可能要稍微降低你的离婚标准，或者是要稍微断舍离，要稍微退一步，会比较能够顺利的谈下去。接下来是学业。学业方面呢，我觉得是 no， 我觉得是 no。那，我们先讲一般的学习的部分好了。我觉得你是不是最近有点不太有动力去学习？我觉得你可能要稍微想一下你自己到底想要去什么样子的一个地方，或是你之后想要做什么样子的工作，你有什么样子的理想梦想？你可能要重新的燃起你心里面对那个梦想理想的那个火焰。你可能，我觉得你现在可能动力不足，然后再来就是还不够掌握读书的诀窍，这样子。好，所以可能会迟迟没有办法打开书来读书，或是你就是会觉得很不想读书，很累这样子。那我觉得你可能心态上面要稍微调整一下 ，OK？ 那如果是想要询问考试结果或是资格能不能够取得，我会觉得答案是 no。那你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我觉得你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你自己读的书的内容是不是还不够完整，还不够准备足够去面对这场考试。我觉得是不够的，就是排项看起来是不够的。那还不够掌握到所有的知识、学问这样子。OK， 那再来就是如果你要考一些什么资格的话，我觉得你可能稍微思考一下，是不是真的走这条路是适合你的呢？会不会你一直却步，你一直没有那个动力？会不会是因为你可能不适合，你自己就觉得不适合，或者是
其实是别人叫你去考的，不是你自己真的很想要去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自己思考一下这样子。那答案会是 no。接下来是事业或工作方面。那事业工作方面呢，答案会是 no。那我觉得你要现在这个时间点就先可以止损就止损，因为我会觉得第一就是你们可能计划不够周详，第二就是可能资金不足。那无论是哪一个，我觉得就是条件不够这样子。那我认为就是你们可能甚至连最终极的目标，例如说可能想要卖一个产品的话，那这个东西你们到底要把它放在什么样子的定位？那它会有什么样子的课程？那怎么样才能够跟其他的商品能够竞争胜出？我觉得你们可能必须要从商品的优势跟它完成之后，你们要把它做成什么样子的定位？你们可能要重新思考过。那如果只是一般的工作事务上面的话，我会觉得是 no， 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做了之后可能中途会突然之间做白工的感觉，就是可能老板或者上司突然就讲说，就不用做了，或者是说，可能你会发现做这件事情只是单纯就成为你的负担，它没有一个 plus 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答案是 no。再来是投资理财、金钱管理，我觉得这张答案是 no。那 no 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在投资理财上面，或者是例如说房地产相关的，或者是一些例如说自己的收支平衡的管理，我觉得有点不够缜密，然后会有点太松散。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要稍微再小心一点，这样子，就在管理上面可能要再更严谨一点。好，然后再来就是呢，这张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你要小心被人骗呢。就是你看这个人，原本圣杯6，他其实本来没有这个意思在啦。但是呢，我以这个牌的感觉，我总会觉得好像有人会用一些比较，例如说好听的话，或者是利用一些糖果，听起来像小朋友，就是用一些甜头，或者是好像感觉就是可以赚很多之类的，或者是说这一只股票肯定会涨之类的，就是用这种好像话术或者是一些诱饵，然后就让你上钩去买一些可能不是真的那么好的一些投资项目。这一点我觉得你可能要稍微小心一下哦，就是可能不是这么的 OK。如果你身边有人一直跟你推一些投资的项目啊、商品什么的，那你可能要多小心一点。我不是说全部都是，但是有很高的比率会遇到这样子的人。OK， 我总觉得看到这个金鱼会让我想到那个就是小木偶，就是皮诺丘。好，那这一张呢是健康、塑身、美容相关的内容。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觉得接下来1到3个月你会呈现一个很不安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答案是 no。但这个 no 的原因是你可能有一点点太，就是例如说可能对一些病症，或者是对于一些之后的治疗会有一点没有那么的清楚，或者是光听
感觉光听到这个疾病的名称，就吓到头脑一片，就是整个坏掉这样子。那我会觉得你先不要吓自己，然后你先稳定自己的情绪，先把你现在身体上面的一些不舒服，或者是一些状态状况，你先了解，先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好好的跟医护沟通，要怎么样子治疗，有哪几种方式可以做治疗。那你不要不安。那如果真的很不安的话，可以多听医师们的一个建议，看他们临床上就是成功的例子有哪些，那会不会有哪些后遗症啊什么之类，就是你把所有一切都尽量的去了解，你先把自己从这个状态中你先抽离，你先单纯的很理智的客观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先去了解，你先不要怕，好不好？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健身美容之类的，应该我觉得是你最近开始想要改变，你开始对自己肚子或者是掰掰袖啦，就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该开始要好好整顿自己。我觉得你会开始有那种害怕自己越来越糟践的那种感觉。糟践就是我们中文我们国语怎么讲？台语是糟践，就是六花词穷了，等一下我想想看就是可能身材变形，或者是外表走样。OK， 好，那请你就是开始面对自己，好不好？因为其实你看这个星星，就是我觉得你可能最近可以看到一些你自己蛮喜欢的，例如说艺人啦，或者是一些 model 啊，然后你会觉得哇，真的好漂亮，好看哦。然后这个发型很好看，可是怎么会觉得自己剪了就不怎么好看这样子？那我会觉得趁着这一波你对自己身体的不自信跟不安，好好的再把自己提升，锻炼自己，会很好这样子。那成果好不好，我目前这张是看不到的。我这样讲很不负责任。OK， 但是我会觉得啦，我会觉得其实只要有想要改变，只要有想要突破，都会变好的。因为这个图像，你看就是有下面这螃蟹跟龙虾，龙虾。六花今天怎么了？可能是因为我刚才偷吃了麦当劳之后有点怪怪的。好，那我觉得这个人你看他是对他送好多爱心，有没有？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会有成效的，好吗？那要开始努力，然后把自己变好看，变更健康，好不好？六花支持你们哦。OK， 接下来最后一张，这个是旅游，出国或者是留学、游学、出差等等，就是国外的一些状况。那出现了魔杖石，我觉得你出去国外会遇到一些状况，让你觉得压力山大，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这个感觉会比较像是可能警察或者是那种纠察的感觉，所以可能这边要提醒你一下，就是你可能例如说你出国你带的东西是否有违反规定，或者是说你在国外，那像是护照啦一些重要东西是不是有好好管理，要小心不要弄丢，或者是有没有被就是卷入一些奇怪的事情里面，就是如果人家托你带东西，或者是有人好像就是感觉好像要跟你攀谈，你可能都要小心哦，好不好？我觉得可能会
出现一些事故或是一些状况，让你整个是压力山大，或者是会觉得很沮丧、很 down 这样子，要稍微注意一下，小心一下这样。那当然，如果这个状况如果是比较轻微的话，我觉得，例如说，可能你已经计划很久，然后要去，假设啦，就是要去一些景点，结果你到了当地才发现，哎，就没有开，或者是你可能就是可能开店，或是开门的时间弄错了之类的。那你可能到了现场，你才发现啊，天啊，我自己的 research 错误了，这样子 ，OK， 好，所以就是多小心，然后更谨慎的去面对这样子。那有一些人，就是如果一直要跟你攀谈，或是一直靠过来，你自己要多注意。然后呢，如果有人就是请求你一些帮助什么，我觉得你最好是还是保持距离，以策安全。OK， 所以答案是 no， 答案是 no。OK， 好。那我们第3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 我们来到最后一组，选择第4组，酸奶油洋葱 Pringles 洋芋片的朋友，你心里面的问题答案 yes 还是 no 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哦。那 yes or no 的这个主题呢，大概效力大概1到3个月左右，所以大概过3个月，你会开始可能会有部分的朋友会觉得怎么内容开始会偏掉，然后或者是会开始不准。那这个时候呢，六花就建议你们可能要稍微 update 一下，就是例如说这支影片再做一个重新的选择，或者是找其他相关的影片来看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那因为是大众塔罗，所以六花可能有时候没有办法帮大家解得那么的详细，所以如果你们自己个人有一些问题状况，那真的很想要知道答案，很想要知道 yes 或 no 的话，就欢迎大家留言给我。那如果是担心不想要让其他的观众朋友也看到你的留言的话，也可以到六花的频道说明栏里面，下面有 mailbox， 你们可以写信给我，那跟我聊说就是看到哪一个影片，然后哪一个选项自己的状况是怎么样，可是六花没有讲得很清楚，那希望我再跟你们做详尽的解答也可以，好吗？那这个不算私人占卜，所以是不需要收费的，请大家不用太担心。希望大家不要一个人闷着啦，就有时候我们有一些事情其实一个人扛着是很辛苦的。那六花会觉得塔罗牌其实有时候在某种程度上面算是自己的理解者，所以如果有需要找人聊聊，那不算咨询啦，那请大家就是可以找六花陪你们聊聊天也好，好吗？差点飞出去，吓我一跳。OK，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牌我们要抽，如果你现在在找对象，找新的对象，
然后是问感情相关的问题，答案是 yes 还是 no 呢？看一下哦。这要不要遮啊？遮一下好了。OK。死神酷帅的脸要露出来。好，再来，第二张牌是单恋、暗恋的情况。你喜欢上不该喜欢的人，是不是 ？OK， 来，那看。接下来是暧昧或者是复杂恋情的情况。第4张是已经在交往或者是已经在婚姻当中的朋友的感情问题。下一张是有关于离婚相关的问题。接下来是学业。然后工作、事业方面的问题。接下来是有关于投资理财或金融相关的，或者是收支平衡、房地产交易。下一张是健康、美容、塑身相关的问题。最后是国外旅游、国外出差、游学、留学或甚至移民相关的问题。那这是我们的 key card。OK， 那我们来解牌吧。先来看我们的第一张卡片。第一张是有关于现在在找寻新对象的朋友。那我会觉得你差不多应该会开始前往下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我觉得你是时候可以拓展自己新的人际关系，而且我觉得你自己准备好了。就可能你之前的一些受的伤，或者是一些感情不好的经验，我觉得你的某种程度上而言，我觉得你已经大部分都痊愈了。那我觉得你是时候该开始走入下一个篇章。那我们的 key card 是The Garden。那 Garden 的话呢，它蛮倾向是说，我觉得你接下来会遇到的人，你可能会找到的人，应该是一个跟你完全不同领域的一个人。例如说可能原本你是在，例如说你可能是在设计界，结果没有想到你遇到了一个
公务员体系、公务体系的人这样子，或者是例如说可能你的兴趣可能很 outdoor， 那可是他的兴趣就非常的就是 indoor 这样子，就是有各种可能，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跟你原本的生活圈大相径庭的，或者是你可能想都没有想到你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人，我觉得还蛮有趣，就是一个新的世界、新的领域里面的人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答案是 yes。OK，yes，很好哦。那接下来单恋、暗恋的部分，出现了倒着的教皇。出现倒着教皇呢，有在看六花频道的人都会知道这叫什么，就是你喜欢上不该喜欢的人。OK，我会觉得这一张不代表答案是 no。好，虽然它表面上答案是 no， 但是我会觉得，怎么说呢？我会觉得，的确可能表面上对于你们两个之间，可能，例如说，可能有一些特殊的身份，例如说，可能是医生跟病患啦，或者是可能职场的同事啦，或者是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些可能会违反世俗眼光的一个关系。那我会觉得，其实这一层社会的关系，它其实我这样讲可能会有点邪道，但是我会觉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说实在的，只是说，当然我们必须要担心会不会伤害到一些人事物这样子。只是我会觉得，如果你喜欢这个人，因为现在是单恋嘛，我觉得你先好好的去认识这个人先。我觉得如果宇宙它允许你们两个人有缘分的话，我想应该会有一些时机点，你们是有可能的。OK， 那我会认为很多事情其实它并不是能够阻碍一段感情的理由。人能够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而且非常难得的事情。所以六花也不希望你就把这个感情扼杀在自己的心里。如果你真的喜欢，那我觉得你先好好的去理解、去了解这个人。就目前为止，我觉得你是实际上不太能够真的表达你的心意的。但是因为我们是出现 garden， 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是一个 group， 就例如说可能所有公司的同事一起出去玩，一起去喝一杯，或者是几个好朋友，3、5好朋友一起出去唱唱歌，去旅游，我觉得这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团体的一个相处，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会觉得还不需要这么快下定论。只是如果你现在急着要告白，急着要展开一些行动呢，我觉得倒是有点急，大可不必。先再稍微看看状况，多了解这个人，然后我觉得你们可能会需要更多的一些更深层的谈话。我觉得出现这张倒着也有可能是你们的沟通或是你们聊天都是一个比较浅显的一个对话，就是比较浅的一个对话。其实我觉得你们需要更深层的一个对话，去多了解对方。如果你们不是因为一些
例如说身份地位，或者是年龄，或者是因为世俗眼光而不能够在一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我觉得单纯就是代表你们两个对于对方的内心还不是很了解，好吗？那我认为你们可能要先了解，就这是你们现在眼前必须要clear 的一个功课，这样子。那还没讲完，对，如果你要问他是不是喜欢你的，我觉得他是喜欢你，对你有好感的哦，但是他也是在意那一层关系，或者是他可能也会认为，可是我对这个人还不是很了解，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定论。但是我觉得他会有这种犹豫的心情，就代表他是喜欢你的，对你有感觉的。OK， 好，所以答案是还没有 yes 的 no， 好难懂。OK， 接下来换这张。这一张是现在如果是在暧昧中，那或者是在复杂的恋情之中的话呢，我觉得目前1到3个月状态是不错的。我觉得彼此都能够相较于真诚的去面对对方，然后是蛮实在的去面对看着对方。那实际上也能够给对方一个比较确切的支援啦，或者是一个鼓励啦，或者是一个陪伴。所以我觉得是状况是好的，所以我觉得是 yes。那如果想要确立关系，想要厘清可能三角恋，或者是厘清一些状况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好好的讨论，好好的聊的一个好时机，这样子。那如果你们有打算说要一起去旅游，或者一起去外面玩，我觉得是很 OK 的。甚至我觉得我还蛮推荐你们，其实可以试着就是可能1日2日游，就是去外面玩这样 garden，会还蛮不错的，是可以增进感情的这样子。好，那如果你想要问说，你在他的心里面有赢情敌吗？我觉得是有的，我觉得是有的。就是他现在目前是比较倾向重视你的，这样子 ，OK， 好，所以答案是 yes。好，那接下来，这一张是正在交往中，或者是婚姻当中的一个状况，那相关的一些问题的答案，我觉得是 no。这张是圣杯骑士，觉得你们可能最近比较没有好好的沟通。或者是你们可能在沟通上出现了一些误会，或者是一些分歧之类的。那我会觉得你们好好的把话，就是2个人好好平心静气的，好好的坐下来，好好的沟通，然后或者是可能试着改变一下你阐述事情的一个方式，或是改变一个说法，可能会更让对方能够接受同意，那多同理对方，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这样子。那如果是有关于例如说可能要求婚，或者是想要跟对方提说要不要一起住了，或者是要不要一起去买个房子啦之类的，那我会觉得现在可能对对方而言还不到那个时机，或者他根本就还没有想到这件事情。那如果你觉得时候到了，你想要这么做，那我认为你先稍微去探个口风，或者是借由朋友去稍微侧写了解一下，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那我会觉得你们的情况在有良好的沟通之后，应该会大有改善。
只是我觉得可能求婚的话，好像还是不太行。就我觉得时候未到，他可能会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或是你们两个之间对于彼此的理解，还没有到可以结婚的程度，这样子。OK，所以我觉得，对方可能会觉得还有点早。那如果是例如说已经在婚姻之中，然后想要备孕的朋友的话，我会觉得你们可能心里面要放松，跟多一点，就是回到那种很爱对方的那个情境会比较好。就我会觉得你们现在可能，例如说，假设两个人都很忙，或其中一个人真的很忙，那或者是说，其实其中一个根本就不是那么想要小孩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要有一个 baby，其实可能会比较有点难度。那我会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就是例如说，可能真的好好的去约个会，或者是去旅游放松一下，也许就会有好消息咯，好吗？那现在目前是 no，OK。那接下来离婚，离婚出现塔，我觉得其实以我而言啦，我觉得是 yes，只是说可能场面会火爆一点，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争执、争吵出现。但是我觉得，因为塔本身有那种清算的意味在里面，所以我会认为在结婚这个题目里面出现这个塔会是 yes。但是，也要小心一些临时的一些状况例如说，可能对方又给你出什么奇怪的招啊，或者是挖了什么坑给你跳啊，这个你可能自己要稍微小心一下。然后再来就是，我不知道，我会觉得可能要小心一些言语或者是肢体上面的一些冲突，或者甚至是暴力。那，尽量啦，就是要有人陪着，然后。也有人可以见证这样子，但是我会觉得是 yes，只是可能过程不会这么的平顺，这么的安稳的感觉，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学业的部分哦。学业的部分呢，我会觉得你准备不够诶。就整体而言，我觉得你就是资讯不足，学习不足，准备不够，所以答案是 no。那我觉得你可能需要先 reset，因为出现 garden，所以我会觉得你是不是需要，例如说可能稍微例如说先暂时脱离读书的环境，先让自己，例如说真的休息个1-2天。或者是先让自己去做一些让自己喜欢的事情，例如说，可能好啊，就是去玩个1-2个小时的电玩，好，或者是先去跟朋友打球，或者是先画个画之类的，就是先转移你的现在的一个状况。我觉得现在有一点焦躁的感觉啦，急或焦躁，或者是有点。没有办法抓住那个诀窍，那我觉得你可能暂时脱离一下读书的环境会好一点。那再来就是，对于你现在目前所学习的科目或内容，我觉得你可能有点不够清楚，不够去了解它，你可能要再多方的去了解，去可能多看一些相关的课外的一些东西，可能会对你有帮助。那目前看来是 no 的 ，OK， 好，找朋友聊聊天也可以啦，因为 Garden 也有那种就是大家在一起，然后 group 然后聊天的那种感觉，聊天讨论的感觉，所以也可以这么做，OK。
那接下来是工作或事业，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因为钱币6，所以它代表一个公平公正，所以我觉得就是事情该怎么做，那大家就是会照着就是那个流程去做，那结果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太出格，所以我觉得是 OK 的。那如果你想要做个新的生意、商品或者是一个 project，我觉得你就是总之只要是公平公正去面对很多的事情就可以了。好，而且我觉得其实是有付出就会有收获的一张牌，所以答案是 yes。那接下来呢是投资理财，那房地产或者是收支平衡相关的一个主题。那钱币8倒着呢，我会觉得是，我觉得你可能有点就是研究过头了，有点反而焦点模糊掉了，跑掉了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好像有点倦怠，那或者是账户比较有点混乱不清的感觉。出现这张我会建议你可能先跳脱开来，先把你的所有的投资理财项目或账目先做个整理，就是你现在拥有哪些股票，然后是哪几只，然后干嘛干嘛的，就你可能要稍微做个整理清算这样子，好吗？那答案是 no， 答案是 no。因为我觉得你也有可能太陷进去投资的一个漩涡里面，你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客观的去看待整个金融市场，或者是没有办法那么客观的去面对你的投资理财这样子。好，那我觉得这样是有点可惜的。那答案是 no， 答案是 no。OK， 那我觉得如果是这种情况，也许有时候你可以跟一些你的亲朋好友，或是信得过的一些，也有在做投资的朋友，你可能可以跟他聊聊看，这样子，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启发，或者是可以得到一些新的资讯，也不一定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健康，美容、健身、塑身相关的。那出现了正义。那我会觉得正义呢，我觉得非常好啦，就是你努力多少就会回馈多少回来这样子，所以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收获这样子，所以答案是 yes。 好，那这边出现加上 garden 的话，我会认为你可能让自己的心情多放松，然后可能有时候为了身心灵健康，可能多接触一些大自然，那或者是有时候可能跟自己的3、5好友去做个小旅行，还不错，或者是可能只是约出去喝个咖啡都好。那甚至出现这个 garden， 我会觉得你可能最近可以加入一些蛮好的美容或者是健康健身相关的一个群组。或者是交友圈，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性。那记得有多少努力就会有多少收获，这1到3个月。最后是旅行，国外旅行，或者是游学、留学，或甚至是移民相关的一些事情。那出现了倒着的隐者，我会觉得你是不是有点太惊惊啊？太感觉就是太害怕了，就是觉得就是想过头，然后一直觉得好像只要去哪里就一定会遇到坏人，或者是有可能飞机就会出问题，就是各种恐怖害怕的事情都想一轮这样子。那也不是说不好啦，就是说我觉得你有点想太多，好吗？就是想到我觉得你太焦虑了。这样其实真的不好 ，OK？ 那我会希望你就是多放松心情，就是你有去想、有去思考、有去计划就好了。
你有点想过多了，而且很多时候都往坏的那方面去想去准备。我觉得你应该是非常谨慎小心的一个人，然后可能也看过很多就是可怕的事件或新闻什么的，所以你会蛮焦虑的。那我会觉得你不要焦虑，也不要想这么多，反而就是放松一些，然后单纯的去享受国外的风光、国外的风景，这样子，好不好？就是一些状况的几率其实没那么高啦，好不好？不要担心，好吗？好，那所以答案是 no， 答案是 no，因为我觉得你现在想过头了。那如果你想要把它转 yes 的话，请你就是放松 relax， 然后好好的享受风景，好好的享受你准备出国的这个目前的一个过程，这样子。那不要预先设想太多恐怖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这样子。OK， 好。那今天最后一组第4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